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张阿姨今年57岁，她在晨练时不小心突然崴了一下脚，直接摔倒了。摔倒之后再也起不来，同伴看到这种情况，赶紧拨打120将她送进了医院。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，结果非常的意外，发现张阿姨是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。为此，张阿姨感到非常的纳闷，自己才50多岁，而且经常坚持锻炼，怎么也会出现骨质疏松呢？医生了解完张阿姨的身体状况，发现张阿姨已经处于更年晚期了，并且月经停止了很长的时间，体内的雌激素和卵巢的功能已经下降，体内破骨细胞已经侵袭自身的骨骼，导致骨密度不断的下降，才会出现骨质疏松的发生。一、老年人缺钙的症状有哪些？在医学上，把老年人缺钙归为一种代谢疾病，长期缺钙会造成骨钙丢失，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症状。老人缺钙的症状有哪些呢？这里我们介绍几种常见的症状，大家可以自查一下，如果中了一个，你就要抓紧预防了。一、容易抽筋。缺钙的老年人常常出现半夜小腿抽筋，这是因为低血钙时，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会增高，并引起肌肉痉挛。同时，低血钙或者是大量的钙离子进入细胞，会严重的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，因此容易在微弱刺激下出现抽筋。二、肌肉无力。肌肉容易出现疲惫和乏力，劳累后加重，负重能力下降，甚至是无法负重。三、抵抗力下降，容易感冒，容易烦躁，出汗，容易出现过敏。有些老年人出现皮肤瘙痒，也跟缺钙有关系。四、骨质疏松。大量缺钙时会出现骨质疏松，牙齿松动脱落，有的还可能会出现驼背，甚至骨折。有些严重的骨质疏松还会发生无痛骨折，甚至是自发性的骨折，严重的威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新陈代谢逐渐的变缓，消化功能减弱，钙的需要量也会相对的增加。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最安全有效的补钙方式是在日常的饮食中加强钙的摄入量，而且食物补钙比药物补钙更安全，不会引起血钙过量。其实一些家常菜就是真正的补钙高手，这些菜正是因为搭配科学，才得以发挥很好的补钙效果。二、这些家常菜比钙片还补钙10倍，能远离骨质疏松，吃它就够了。一、芝麻酱拌菠菜。完美的补钙凉菜。芝麻酱是钙的宝库，每100克中含钙量是870毫克，高于豆类和蔬菜。而菠菜中富含的维生素 K 是骨钙的形成要素。如果在补钙的同时增加维生素 K， 可以大大的提高补钙的效果，促进钙沉积在骨骼当中。芝麻酱拌菠菜香而不腻，是完美的补钙凉菜。二、青椒炒鸡蛋，提高钙的吸收率。鸡蛋含有优质的蛋白，其钙的含量也是较高的，而青椒中富含维生素 C， 两者一块炒，不但色泽美观，还能够提高钙的吸收率。三、豆腐炖鱼，补钙健骨绝配。豆腐是大家熟知的高钙食物，只要吃200克豆腐就可以满足一日钙需求量的1/3，比喝半斤牛奶还要多。而鱼肉中丰富的维生素 D 能够加强人体对钙的吸收，因此豆腐炖鱼不仅味道鲜美，更是补钙健骨的绝配。四、紫菜腐竹汤，补钙健骨完美搭配。钙与镁就像一对的双胞胎，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。当钙与镁的比例为2:1时，最利于钙的吸收利用。腐竹是富含钙的豆制品之一，而紫菜被称为是镁元素的宝库，两者一起煲汤，可谓是补钙健骨的完美搭配。五、醋溜小油菜，促进钙的吸收利用。不少绿叶菜在补钙的效果上并不逊色，其中小油菜的钙含量超过同样重量的牛奶，而醋有利于钙从不溶状态变成可溶状态，促进钙的吸收利用。
此外，小油菜中还含有大量有助于钙吸收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K。6. 黄豆炖猪蹄，促进钙沉积与吸收。黄豆钙含量丰富，猪蹄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可以作为钙沉积的骨架，从而更有利于黄豆中钙的吸收。但需要提醒的是，猪蹄中的饱和脂肪含量较高，不宜常吃。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中老年人补钙一定要避开一个误区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。3. 补钙误区，钙补得越多越好。许多的老年人认为钙补得越多，吸收的越多，形成的骨骼就越多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通常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每天需要摄入800毫克的钙。过量补钙并不能形成骨骼，反而会引起并发症，危害老人健康。是钙是这样被人体吸收的，钙经肠胃吸收进入血液，形成血钙，即血液中钙的含量，再通过骨代谢把血钙进行钙盐沉积，形成骨骼。并不是说钙吃的越多，形成的骨骼就会越多。血液中的钙的含量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，过多过少都不行。过量补钙，血液中的血钙含量过高，可导致高钙血症，并会引起并发症，比如肾结石、血管钙化等。想要避开这个误区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食物补钙，把上面这些家常菜作为补钙的来源，就不会引起钙过量。另外，晒太阳对钙的吸收也是至关重要的。适当的晒太阳能够让身体合成维生素的能力提高。当人体有足够的维生素的提供，自然就可以发挥良好的补钙效果，这样身体吸收钙质的能力就会增强一些。这是在补钙过程中需要掌握的重点。所以建议老年人要适当的晒太阳，这样才能够防止身体缺钙严重。4. 年过50，3种食物要少吃，否则骨质疏松会加速来临。1. 含磷较高的食物。磷元素虽然是我们体内的微量元素，但是如果补充过多，和体内的钙元素相结合，就会形成磷酸钙，不仅会加速钙元素的流失，而且还会侵蚀骨骼，造成骨量流失。高磷的食物在生活中非常的常见，比如大米、花生或者一些谷物类。骨质疏松的人一定要多重视。草酸类较高的食物，大部分绿色蔬菜中都含有较多的草酸，比如我们常吃的菠菜、芹菜、油麦菜，虽然营养成分非常的高，但是里面含有较多的草酸。草酸钙也会影响体内钙元素的消化，对于骨质疏松的病人是非常不友好的。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，想要吃一些青菜，可以先将菠菜或者是芹菜焯一下水，去除多余的草酸之后再继续食用。3. 钠元素较高的食物。根据临床的显示，如果食用过多的钠元素的食物，也会加速体内的钙元素的流失，影响骨钙吸收，导致骨质疏松不断的加重。高钠的食物，也就是高盐的食物，在生活中一定要避免一些重口味的饮食，或者是烧烤、油炸以及火锅等高盐类的食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骨质疏松的罹患几率同步增长，因而越是高龄者，对于骨质疏松更应该多加警惕。骨质疏松的预防需要从日常做起，从饮食、运动到生活的各大方面，必须戒烟戒酒，少喝浓茶、浓咖啡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